出来大大细细加金龟，拢足好哦。南瓜全身都是宝：第一，减肥；第二，护眼；第三，预防胃溃疡、射护腺疾病，还会教你怎么吃。互联网开讲喽！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来，今天跟大家介绍南瓜5吃，让家庭、事业、健康都 all pass。吃南瓜真的可以减肥吗？南瓜减肥3大奇效，让你不挨饿、健康瘦，还能预防肥胖。南瓜它的减肥奇效热量低，容易饱足，可以帮助排便。南瓜它的热量低，吃起来是甜甜的，但是呢，其实它是低糖食物，所以吃了也不用担心会发胖。而且呢，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很多啊。可以解决便秘的困扰，常常错过吃饭的人呢，就可以把南瓜当做点心吃，让肚子不会饿着。南瓜减肥奇效第二是南瓜的果胶很多啊，你知道那个果胶，我们吃南瓜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嘴巴这个地方会觉得有点黏黏的，是不是？那就是果胶啊。把这果胶呢，可以让脂肪不会留在体内。南瓜里头的果胶能够吸收脂肪，然后防止身体吸收到太多的脂肪。南瓜减肥还有第3个奇效是什么呢？就是利尿消水肿，就是它本身是利尿的，当然就可以消水肿。不但能够消水肿，而且还能够排毒，可以让你美容。煮这南瓜，最简单的方法，电锅蒸南瓜，还有南瓜饭。直接把南瓜就切好以后，就像这样切成一块一块的啊，丢到锅子里头去蒸，或者是把它做南瓜饭的话呢，就放在一锅饭里头，就放在上头去蒸，这样子那个饭也好吃，南瓜也好吃。最近来看眼睛病的人越来越多，不只是青少年，连中老年人也成了3C 族，严重的会产生所谓的黄斑部病变，你知道吗？吃南瓜却是护眼饮食，吃南瓜可以预防眼睛的黄斑部病变，还有白内障，还可以增加夜间的视力。家里正在升学的孩子们呢，经常读书读到很晚，肚子会饿，妈妈可以做一个什么东西呢？可以打一个南瓜豆浆，让他肚子喂饱了，眼睛也都顾着了。南瓜豆浆怎么做呢？很简单，豆浆大概600cc， 然后呢加上南瓜150公克，南瓜去了籽以后把它切成块，然后放到电锅里头去蒸。蒸完了以后呢，再把豆浆加热了，把这个蒸熟的南瓜用果汁机这样子搅拌一下子就可以吃了啊。南瓜浓汤它用南瓜1个，大概500公克左右的牛奶200cc， 水100cc， 盐、胡椒少许，这样子一起来放在电锅里头去蒸。南瓜蒸熟了以后呢，加一点水倒在这个果汁机里头打成泥状然后呢再加上一点牛奶，中小火煮它个10分钟左右。那么你知道吗？这样子的方式来吃叫做南瓜浓汤，还蛮好吃的，因为它浓浓的猜猜南瓜还有什么作用？南瓜是预防胃溃疡的天然食物。有一些银行柜员或者是一些业务员，那么他们常常和客户来来去去，不一定没有时间吃东西，生活作息都不能够规律，我常常都不能够正常的吃饭。那么这也就是其实现在的人呢，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年纪轻轻就得胃溃疡啦、12指肠溃疡啦等等。胃溃疡呢不只是会疼痛，而且会反复发生，它有可能造成所谓的穿孔就危及生命。许多人一开始都是胃部不舒服、反酸、饱胀，其实这些都你的胃黏膜已经开始有点问题了，有点溃疡等等现象了。那南瓜其实对于这种轻度胃溃疡的患者很有帮助，能够加快胃溃疡的伤口愈合，还能够保护胃肠道的这个黏膜，促进胆汁的分泌，帮助食物消化。下次记得你要去拜访客户之前，不妨先在家里打个南瓜拉蒂。当然你也可以准备多杯一点送上自己亲手做的南瓜拉蒂那么这样子诚意满满，让事业健康都得意。那么南瓜拉蒂怎么做呢？是可以用这样南瓜泥大约10公克，鲜奶180cc， 然后呢枫糖浆1汤匙。枫糖在这个加拿大出产最多，对不对？再加上黑咖啡50cc。假如说你要让小孩子吃的话，这个拉蒂可以，但是呢就不加咖啡就是了再加一点点肉桂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南瓜拉蒂。咖啡煮好，
或者泡好了以后，将这个南瓜泥呀、鲜奶呀，还有咖啡啊，就倒在果汁机里边搅打一下啊，就搅一搅，打一打，打差不多20-30秒啊，再加上一点点枫糖浆这来调味，那么这样子呢，这个就好吃了。再加上一点点肉桂粉，那就更能够添加它的香气。中国式的这种南瓜的吃法，小米南瓜粥。在明朝啊，有一个叫做《医学入门》这本书里头记载，他说：“晨起食粥，推陈出新，立格养胃，生津液。”啊，令人一日清爽，所补不小。也就是说，粥是很好的。那小米跟南瓜呢，这2个东西都是有养胃的效果。并且呢，小米有利尿的作用，南瓜也有利尿的作用。小米南瓜粥放在一起，那么对于消化道的溃疡有帮助。晚上睡觉之前，把这个南瓜洗干净，切块，放在冰箱里面。假如你懂得的话，你再善用焖烧罐啊，早上把切好的南瓜的丢到这个焖烧罐里面，然后加沸腾的开水啊，正沸腾的开水。中午实在很忙的话，趁空档把这个焖烧罐打开，就有美食可以吃了。或者呢，你也可以煮一点小米南瓜粥来护胃。小米南瓜粥怎么做呢？就南瓜200公克，小米50公克，可以把南瓜切块，小米洗净，锅子里面放水，大火煮滚了以后，再把小米南瓜放进去，转小火煮30分钟。中间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要不时的搅拌，以免粘锅。亲爱的粉丝们，与你分享好消息，75万人都受用的自救术电子书影音组合正式开卖喽！这本全图解即学即用的电子书，包含10大疾病调理加30种食材营养补给，18个好用的穴位，每天按一按，提升免疫力，帮你远离失眠、老花、三高、便秘，还有骨松这几个地雷问题。这本电子书就像是你的随身医药箱，上班空档、出门买菜的时候，在手机上这么滑一滑，给你更多的料理灵感，它将让你生活一天比一天更美好。现在立刻点击资讯栏或留言区的连结下单订购，把它送给家人朋友，让你爱的人更健康。期待与你分享这本精彩的电子书，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吃南瓜可以预防这个摄护腺的疾病。你看，这个摄护腺肥大的这个毛病啊，现在一直在年轻化。以前呢，大多数都是60多岁的人才开始有这个困扰。可是现在呢，我竟然的在诊所里头，有时候可以看到40岁左右的人就已经有这种困扰了。例如站在小便斗前啊，等很久很久才把小便等出来了，或者是明明刚刚才上过厕所，哎，怎么搞得现在又想上厕所，又想上厕所，到晚上更严重啊，起来上厕所上好几次，这样子的话连睡也睡不好了。还有一种就是常常想着房事的人啊，这种人也容易得摄护腺肥大的毛病。摄护腺主要的作用就是产生津液嘛，所以呢，你看，你假如说你经常的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摄护腺的功用就要一直在这里，就是一直想要作用，因此摄护腺容易肥大。现在的医学也有很多的研究，他说南瓜籽啊可以改善排尿的速度，还可以减少半夜上厕所的速度。假设你是一个年轻人啊，你的爸爸呀很可能有这样子的问题，那么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南瓜籽或南瓜籽磨成的粉，孝敬孝敬他。哎，不要转走啊！后面还有更精彩的要分享哦。有人开玩笑讲，手机的脸孔辨识功能啊，在卸妆后竟然脸部辨识无法使用。来，看过来，这集看完让你心凉皮肚开，让你的手机能够认得你啊。脾脏它管什么呢？它可以管的是，例如我们身体的肌肉系统，还有呢就是嘴唇系统、口腔系统，都是跟脾有关。也就是说，所有的只要是跟肌肉有关的，都是脾啊。这脾要是有病的话，肌肉就松弛了，你知道吗？很多的人啊都很在意他的肌肉不够壮实，或者说松垮垮的。那么这个脾，假如说管肌肉的这个脾要是虚弱了，很可能就会肌肉松弛。这个就是山药，这是生的，很漂亮的啊。这是已经切开，然后呢，这外头这是皮儿啊。这个东西呢，黏黏的，它这个粘液啊，就可以怎么样？有人拿来生吃，也有人就是煮了吃。不管你生吃也好，煮了吃也好，这个山药
它除了可以聪耳明目以外啊，最重要的，你知道山药可以干嘛呢？它可以降低血里头的糖分。因此呢，有的人假如说总觉得害怕糖分太高，你可以常常吃山药排骨汤啊、山药鸡汤啊、山药什么的，反正就是把山药拿来尽量的来吃。例如我最常讲的就是有一个叫四神汤，四神汤里头呢，山药你把它放多一点，这样子就可以改善这个血糖过高的这个问题。这个山药呢，常常煮了排骨汤来吃的话，又有排骨本身的胶质、钙质等等，再加上山药的胶质，那么在读书的孩子，例如国中的啦、高中的孩子啊，常常吃山药呢。第一，它是补脾胃，所以可以让这个孩子呢，在这个时间能够赶快的长高。除了这以外呢，它又是补肾的一个很不错的药物，可以让人的精力旺盛。因此呢，读书就可以读得好。你知道我们中医古时候认为啊，耳朵属肾。那么眼睛呢属肝，那么它呢可以使你的肾好的话呢，耳朵就好。耳朵好，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耳聪目明或聪耳明目啊，意思就是说，假如你把这个耳朵跟眼睛都顾好了的话，这个人就所谓的聪明。那么这个人基本上他就是脾胃肾都给照顾好了。南瓜呢是健胃消食的好手啊，它可以润肺，可以补脾，然后增进食欲，并且呢改善胃痛。凡是患有胃痛的人吃的话都是很好的。南瓜还有很多的果胶的成分，这个果胶呢它就能够怎么样？能够保护你的这个胃肠旁边的胃肠这个外表的这个黏膜，因此减少发生胃炎、胃溃疡等等的机会。工作压力大啊，还有常常发生胃痛的人啊，其实吃饭的时间尤其是不固定，这个不好啊。可是呢，万一如此的话，你一个礼拜啊吃它个1-2次这个南瓜粥或南瓜啊，都是很好的。再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地瓜。地瓜呢，有的地方叫红薯，有的地方叫做番薯，有的地方叫地瓜。那它有很多的名字啊。那我听过的就是在这个中国南方，例如四川呐、湖南的这些地方，它叫做红苕。好，这个名字有很多。那么这个地瓜呢，其实它也有一个作用，就是降血糖跟降血压。这个是很多人不清楚的。哎呀，这里面都是淀粉啊，这怎么能够这个治血糖高呢？其实刚好相反，你要记得，淀粉里头不知道含有某些特别的物质，它能够使得血糖降低，所以地瓜可以降血糖，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但是呢，常常吃地瓜的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容易便秘的，你吃它就会改善。因为怎么样，地瓜可以排气，除了排气以外，它可以使得肠道的这个后端呢有足够多的水分，因此排便也变得很好。这个肠道的大部分的疾病它都可以帮助。除了这以外，它能够排毒，能够降血压、降血糖，那它的作用都蛮不错的。地瓜呢，偶尔的煮一点地瓜粥或地瓜饭来吃啊，是蛮好的。那么老年人呢，他吃不下那么多东西，你煮一个这个地瓜粥呢，也可以使他吃得下啊。那老人家呢，他们常常都有血糖高啊或血压高的问题啊。老人吃了以后呢，我们发现到也并不见得会使血糖太高。那么你假如真的害怕，你稍微吃一点试试看，然后呢再决定要不要吃啊。为了让你的手机能够认得你啊，要常吃健脾3宝，而且这些都是家里面厨房里头容易见到的食材啊，让家人脾胃好、消化系统好，全家健康就没烦恼。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喜欢我的节目吗？如果喜欢，请记得按订阅，并且加上小铃铛哦。另外，我的脸书胡乃文开讲常常都有不同的内容推广给大家，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谢谢大家，拜拜。